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聊聊哪吒。哪吒为什么叫哪吒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呢？据说他有一个哥哥叫金吒，还有一个二哥叫木吒，那么他为什么不叫水吒？再有就是关于哪吒的父亲李靖，哪吒是怎么成了李靖的儿子了？而李靖呢，明明是唐朝的大将，怎么会成了镇守陈塘关的商朝总兵呢？还有就是他手里为什么总是拖着那么一个塔？他就不觉得累吗？他都已经是天王了，难道就不能让助理帮他拿着这个塔吗？哪儿见过首长还拿着包的？最让人搞不懂的还有那个封神榜，这个封神榜的底层逻辑到底是怎样的？其中提到的阐教、截教和人道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被封神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好人被封神，坏人也一样被封神？不是说好了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吗？这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慢慢来，咱们先从哪吒说起。别的先不说，就他这个名字哪吒这两个字就透着一股子奇怪。哪和吒两字连用作为名字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完全不符合中国人的起名的习惯。其实呢，这也不奇怪，因为哪吒最早的原型本来就不是中国人，这个名字也不是中国人的名字。大家注意到没有，哪吒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口字边。中国古人呢，在翻译一些外来语的时候，如果汉字中没有合适的字来表达，那么就会再创造一个字，通常呢是在发音类似的字旁边加上一个口字来表达这些听到的外来语。比如说佛教人士非常熟悉的嗡嘛依呗美吽这六字真言，又叫六字大明咒，就都有一个口字边，因为它是出自于梵文，是外来语，是听来的。顺便说一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是被如来佛祖用这六个字压在了五指山下，估计可能是孙悟空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呢读了500多万次也没有读对这六个字的发音，最后一直等到了唐僧来正确的给他朗读了一遍，他才学会，这才揭开封印，陪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所以说呀，没文化真可怕。哪吒这两个字其实也是出自于梵文，哪吒的原型最早就是印度教以及佛教中的神祇，它的名字的全称应该叫 Navakurala， 汉语的佛典中通常被译为哪吒俱伐罗。而且啊，在印度神话中，哪吒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远没有那么可爱。在印度神话中，哪吒是夜叉神。什么叫夜叉呢？夜叉是专门对付鬼的神，也是天龙八部之一。所谓天龙八部，就是8类护法天神，他们都不是人，这可不是骂人啊，完全是字面意义。像夜叉就是半神，夜叉通常是脾气暴烈，相貌凶狠，但是呢，他并不坏，他对好人非常的友善，专以坏人与恶鬼为食。夜叉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女的就叫夜叉女，面容绝美，不用问了，夜叉女肯定是专以色鬼为食。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啊，经常把夜叉与罗刹混为一谈，这对夜叉就不太公平了。罗刹是很坏的，从来不干什么好事，英文名叫 Rasha， 他和夜叉是绝对敌对的，见面就打。哪吒既然是夜叉，那面貌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可爱，而且在印度神话和佛典中也记载哪吒经常是怒眼望四方，看起来脾气也不是很好。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哪吒是怎么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他现在的相貌中找出他的原型中佛教的痕迹。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哪吒的3头6臂，或者叫3头8臂，那到底是6臂还是8臂呢？8臂有可能是6臂的6字的上半部分脱落最后的结果，简单说就是时间久了，6的上半部分没了，只剩下了一个8字。从哪吒的3头6臂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观音菩萨的化身之一千手千眼观音，以及印度教的3大神之一有着4条手臂的毗湿婆的影子？而中国本土的神呢，通常不会有这种形状，不会用多一只手或多一只眼来表达他的法力高强或者是慈悲广济，甚至少个零件也能成仙，比如说铁拐李。
再有，在哪吒戏骨还父、戏肉还母以后，他的师父太乙真人是用莲花将其复活，而莲花与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说，极乐世界就被称为莲邦，佛座称为莲座。哪吒的最初形象来自于西方的印度，其实这一点呢，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神话中的很多神祇都是来自于西方，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观音菩萨、如来佛等等。就是我们大家更为熟悉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据胡适先生考证，他很可能根上也并不是本土人，他也是来自于印度，出自于印度神话中的一只神猴，叫哈努曼。这是一只力大无穷、善于分越变化的神猴，不过他并不是猴王，而是猴王下面的一名将军。他和孙悟空确实有几分相像。对此呢，鲁迅先生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与哈努曼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出自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一只水下猕猴，它的名字叫无知奇，这是一个标准的国货精品。在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无知奇兴风作浪，意图阻拦，最后是大禹命应龙将其收复，而且呢，还用铁链将无知奇锁在了淮水之下。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那么到底两个人谁说的是对的？最后是季羡林先生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两个人说的都对，也都不对。这个猴子以前确实是哈努曼，后来呢又不知怎么加入了无知奇的因素，所以啊，他是一个混血猴。说起孙悟空啊，我又不禁要稍稍的跑一点题。大家看《哪吒2》这部影片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这样一个镜头？就是当时龙宫倾覆，其中的有一根粗粗的柱子是摇摇欲坠，恐怕大家都想到了，这根柱子很可能就是定海神针，也就是后来孙悟空手中的利器金箍棒。可如果是的话，这根棒子不是应该已经被孙悟空忽悠走了吗？怎么还在这里呢？这我们就要考证一下，孙悟空到底是什么时候拿走的金箍棒。孙悟空拿走金箍棒的时间应该与他大闹天宫的时间差不多，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那么孙悟空又是什么时候大闹天宫的呢？这事儿还真能考证。据《西游记》记载，唐僧去五指山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当地人，他叫刘伯清。刘伯清就对唐僧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一个神猴。王莽篡汉的时间是在公元8年，所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间肯定是在西汉末年。而且啊，《西游记》还说了，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长达500年。玄奘西行取经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贞观3年，也就是公元629年，距离公元8年的王莽篡汉时间是过去了600多年，和500年呢也差不了太多。估计呢是孙悟空一直读不对这6字真言，最后竟然读成了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如来佛祖一生气就给他加刑了100多年。而影片中的情景呢，我们知道那是发生在商朝的末年，所以那个时候金箍棒还在，他在那里又静静地等待了1000多年，才等来了他心仪的主人。我们通常称哪吒为哪吒三太子，这还真的不是恭维。哪吒的原型确实是一位王子，他的父亲鼎鼎大名就是佛教中的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起他的中文名字，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他的中文名字叫多闻天王，4大天王之一的多闻天王。多闻天王可以说是4大天王之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多闻天王不光是守卫着北方，而且还掌管着钱财，所以他是既有钱又有权。这点呢，有点像美国的效率部长马斯克，既是首富又是部长，那办起事来是雷厉风行，该办的不该办的，只要想办就都得办。在印度神话中，多闻天王的形象通常是左手持着戟，右手托着一座玲珑宝塔，这也就是托塔天王这个名字的由来。不过呢，在印度神话中，他可不是一直都托着这个塔，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塔是由哪吒帮他托着。那么托塔的毗沙门天王怎么就变成了托塔李天王呢？
而且为什么从此以后就塔不离手，即便哪吒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仍然是手托宝塔呢？托塔李天王指的当然就是唐朝的大将军李靖。在唐朝的大部分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将李靖与托塔天王联系在一起。在唐初的时候，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拜就已经变得非常的普及，在很多地方呢都建有供奉他的庙宇，特别是在唐朝的军中，毗沙门天王也被尊为战神或者是守护神。当时的明僧不空大师在他的著作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当年安西被番兵围困，安西都护府向朝廷请求救兵，但安西路途遥远，救兵无法按时到达。这时候呢，唐玄宗就请不空大师做法，请毗沙门天王为安西解困。毗沙门天王还真的出现了，赶走了番兵，解了安西之围。自那以后，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拜愈加的盛行。在这次解围之战中，毗沙门天王的军队中有一个人表现得非常的勇猛，这个人并不是哪吒，而是哪吒的二哥，叫毒剑。学者张正朗认为，毒剑其实就是二郎神的最早原型。人们通常认为二郎神名叫杨戬，但张先生认为戬这个字实际上是毒剑剑这个字后来以讹传讹的误读。而且大家知道二郎神有三只眼，这种三目神指的形象也多见于异族的神指之中，特别是印度教的神指。如果照此说法的话，那么二郎神也就成了哪吒的二哥。当然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三眼的神也不是只有二郎神。如果谁真的这么认为的话，那么很快就会有人让他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李靖本来就是隋唐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经击灭东突厥，而且还远征过吐谷浑。除了为将以外，他还曾经担任过文官之首、宰相。出将入相这个成语就是形容他和李绩的。李绩就是大家熟悉的《隋唐演义》中的徐茂公。李世民曾经高度评价过李靖，说古往今来像李靖这么能打的，恐怕也只有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还有城管了。大家知道李世民不杀功臣，这点呢特别的为人称道，特别是跟朱元璋相比。李世民之所以不杀功臣，其中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年龄。和跟随他的那些功臣们相比，李世民要比他们年轻得多。简单的说，就是谁也活不过李世民。而且李世民也有足够的自信，只要他还活着，那些功臣们绝对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不过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差，李世民本来就患有他们家族的遗传病风肌，也就是一种心脑血管疾病。再加上连年的征战，李世民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这样就使他变得没那么自信了，他也开始变得多疑了起来。贞观18年，也就是公元644年，李世民决定要东征高句丽。临行之前，他特意去了李靖的府上，去探望生病的李靖。寒暄一番以后，李世民就对李靖说，李靖与他一起出征。李靖这时候已经70多岁了，而且还生着病，所以呢，他就婉言谢绝，说这次我就不出征了。李世民微微一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免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力勋未始。李靖一听，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忙不迭地对李世民说我愿意出征。李靖为什么反应如此之过度？那是因为李世民提到了这个人的人名司马懿。大家都知道，司马懿就是在他很老很老的时候发动了高平陵之变，最终是夺取了曹魏的天下。李世民这么说，实际上是在点李靖。策划了高平陵之变，又违背了落水之事的司马懿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晋朝以后，如果哪位君主说他的某位大臣像司马懿的话，那这个大臣就要掂量掂量，他的死期可能已经近了。而且当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就是趁着魏帝曹芳与大将军曹爽外出祭祖的时候，他一个人驻守洛阳的时候做出的事情。所以李世民这么一点，李靖自然是惊恐万状。李靖还是随李世民一起出征了，不过李世民最终也没有难为他。大军行走到不到一半的路程的时候，李世民发现李靖的病情渐重，所以呢就派人把他又送回到了自己的府中好好休息。
在这之后，李靖又活了5年，比他小20多岁的李世民也尽力的撑着。最终5年以后，李靖病逝，而仅仅8天之后，李世民也就撒手人寰了，他终于可以放心了。李靖是一名忠臣良将，李世民也是一代的明君。按说李世民不应该怀疑李靖，但随着年老体衰，对事物的看法有时候很容易变得偏颇而且固执。在古今中外的权力场中，有时候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大约到唐末的时候，李靖就已经被尊为神了，也是军神。再后来呢，或许是因为李靖和毗沙王都曾在西北建立功勋，而且呢，又或许大家觉得我们供奉的军神竟然是一名天竺人，而天竺人的战斗力似乎是不太敢恭维。贞观年间的时候，一个叫王玄策的人一人就曾经灭了北天竺一国。唐朝人跟宋朝人不一样，是非常崇尚武功的，所以或许他们觉得天竺的军神名不副实，于是渐渐的李靖就取代了毗沙门，托塔天王就变成了托塔李天王，而毗沙门的儿子哪吒自然也就成了李靖的儿子。而不管李靖也好，哪吒也好，作为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神祇，也自然被许钟林一同写入了《封神演义》。《封神演义》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人许钟林，依据呢是因为在日本发现了一块明朝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的雕版，上面写的是许钟林所著，但在这点上也有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许钟林不过是刻版者，而并不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因为《封神演义》描写的就是周灭商之战，是发生在商朝末期。就这样，唐朝的大将军李靖就变成了商朝的陈塘关的总兵。商朝根本就没有总兵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很明显是明朝的。而《封神演义》不管是不是许钟林所作，也确实是明朝的作品。那么为什么托塔天王变成了托塔李天王以后就塔不离手呢？这就要从托塔李天王与他的儿子哪吒的父子关系说起了。按照《封神演义》的记载，大家知道李靖与哪吒的关系非常的不好，远不是影片中所展现的那样父子情深。哪吒在戏骨还父、戏肉还母以后，曾托梦给他的母亲殷夫人，让殷夫人为他建一所庙，塑神像以宁真身。李靖知道哪吒建了这么一所庙以后，就称哪吒庙为淫寺。所谓的淫寺中的淫，并不是淫乱的意思。中国古代历来是君权大于神权，神也是要由皇帝来封的。如果皇帝没有封你就建庙的话，那就是淫祀。李靖一边就把哪吒的塑像打得粉碎，哪吒由此大怒，说我已经戏骨还父了，我跟你已经是恩断情绝，你为什么要阻我重生之路？于是哪吒就追打李靖。李靖这时候已经远远不是哪吒的对手，所以他一面跑一面呼救。这时候李靖的师傅燃灯道人出现了，燃灯道人用他手中的宝物玲珑宝塔罩住了哪吒，并且还发动火焰，要做一道菜焖炉烤哪吒。燃灯道人逼着哪吒认错，哪吒在无奈之下只好口称父亲。哪吒虽然认了错，但燃灯道人知道哪吒心里不服，于是呢，他就将手中的这个玲珑宝塔送给了自己的徒弟李靖，就是为了防范震慑哪吒。所以在《封神演义》中，维系李靖与哪吒父子关系的并不是亲情，而是权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靖即使是胳膊脱臼了，也一直是塔不离手的原因，因为他明白哪吒在一边一直盯着他一旦离手，哪吒就能把他打得连殷夫人都不认识。在这点上，李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哪吒的监视可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大家别忘了，哪吒可是有3个头6双眼。当燃灯道人将玲珑宝塔交给李靖的时候，对着哪吒说了这样一句话：哪吒，你们父子从此和睦。这是怎样的一种和睦，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这明明是被胁迫下的一种服从。父子关系不再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血缘关系，而变成了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在《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的回答就是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维持社会秩序就是要做到尊卑有别。李靖与哪吒这对父子从相杀到和解的过程，暗合着古代社会对伦理秩序的妥协。表面和谐的父子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威慑与制约之上。咱们再来说说封神榜。封神榜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发生在天庭的一场权力斗争。我们先来说说天庭的权力架构。最顶端的无疑是昊天上帝。昊天上帝又是谁呢？在北宋时期的时候，他被宋徽宗封为玉皇大帝。中国的历朝历代，每次皇帝祭天的对象就是这位昊天上帝。皇帝自称天子，说的也就是他的儿子。顺便说一下，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天，其他的人如果祭的话，那就犯了僭越之罪。所以清帝退位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天子，那也就没有人再祭天了。这样昊天上帝也就走下了神坛，变成老百姓心目中更加亲近的老天爷。按照《封神演义》的说法，昊天上帝执掌天庭，所以他的级别无疑是最高的，相当于公司的 CEO 总裁。和他处在同一级别，但从来不理俗务的也是一位大神，叫红军老祖，差不多相当于名誉总裁的样子。红军老祖有3个徒弟，分别是太上老君，他创立了人道；元始天尊创立了阐教；通天教主创立了截教。这就是3教。这3个人的权力都很大，相当于3个位高权重的分公司总经理。昊天上帝虽然名义上是3界的管理者，但他实际上根本就管不了3教。哪吒闹海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哪吒仗着自己是太乙真人的徒弟，而太乙真人呢又是阐教的12上仙之一，有了这个身份，哪吒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杀死夜叉。夜叉可是天庭的正神呢。后来哪吒更是打死了龙王3太子敖丙，敖丙是更高级别的正神。而最后天庭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最后哪吒也是被他的师父用莲花复活，照样活跃在一线。昊天上帝知道天庭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管理，但是他现在面临的头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手不足。天庭的工作人员就是神，和仙相比，神平时要处理天庭内杂七杂八的各种事务，远没有仙那样逍遥自在，只专注于修炼即可。神比仙实际上是差了半级，而且要想成为神，必须要死一次。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体验死去活来的感觉。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更多的人是想修仙，而不是想修神。修得不好，就修成了神经了。这恐怕也就是天庭一直招不上人来的原因。昊天上帝意识到，解决天庭人手不足最好的办法就是向3教要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充实天堂的工作人员，又可以削弱3教的实力。昊天上帝毕竟是最高的领导者，于是他就找3教教主商量，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要365名神充实天庭的编制队伍。元始天尊自然明白了昊天上帝的用意，他也不想让自己的人去天庭。自己的小弟都去了天庭，那他以后还混个什么劲儿？而且他手下的人也不想去。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修成了仙，如果进了天庭，等于是降了级变成了神。还有的虽然没有修仙，但也走在了修仙的路上，他们也不愿成为神，过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不过此时元始天尊也面临着一个大麻烦，他手下的12位上仙都犯了杀劫，想要渡劫只有2个办法，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所以元始天尊就想，如果让他们杀人或被杀，杀人的就可以顺利渡劫，然后继续留在自己的教中修仙；被杀的人则被招进天庭成了神。这样能力强的人留在自己的身边，能力差一点被杀的则去了天庭，将来或许还能够为自己做事，这样自己的整体实力不降反升，这确实是一件好事。除此以外，元始天尊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要趁此机会大力的削弱他的竞争对手截教的实力，让更多的截教弟子去天庭。如果真能如此，那可谓是一箭3雕啊！
要想完成这个一箭三雕的计划，元始天尊就需要设一个局。那么设一个什么样的局呢？而此时在人间同步发生的事情，就是商朝气数已尽，西岐代商已成定数，这就为元始天尊提供了这个局的背景板。最后元始天尊就与另外2位教主商量，设立了一个封神榜，让他们教下的子弟分别的进入商周阵营，相互厮杀，这样死的人就进英灵殿上封神榜。为了让更少的自己的门下上封神榜，元始天尊还启用了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姜子牙。姜子牙慧根不够，他命中注定修不成仙，但他却可以享有人间的富贵。于是元始天尊就命姜子牙下山辅佐周始。那大家想，姜子牙是阐教弟子，以后姜子牙要找人帮忙，必定也会找阐教的弟子。而周始又是注定的胜利的一方，按正常来说，胜利的一方死的人一定会比失败的一方要少，这样支持商纣截教的损失就一定会大于阐教的损失。最后的事实也确实如元始天尊所料，上榜的365个神中，截教占了225名，昊天上帝和阐教成了这场大戏最后的赢家。这也就是为什么被封的人中有人欢喜有人忧，因为有的已经是仙，现在却变成了神，等于是降了级，自然是高兴不起来。有的本来就根本没有希望修成仙，现在呢却成了神，进了编制，成了体制内的人员，也是一件好事，当然开心。再有，封神榜没有是非观，上不上榜与善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天命难违，劫数难逃，上面规定的一切都是天数，顺天者杀人放火都是对的，逆天者好事做尽也是错。所以影片中的哪吒才会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虽然最早说这句话的是炼丹家葛洪，哪吒这个浑身是刺的魔童，在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分明就是我们中的每一个在现实中挣扎不甘却又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他们有着和哪吒一样说不出口的脆弱，放不下的执着，以及藏在心底的炙热。他们是孤勇者，在现实世界的种种失败以后，他们仍然能够打捞起继续前行的勇气。真正的英雄不是躺在血统家世上的既得利益者，而是在生活战场上坚持不跪的平凡的灵魂。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